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喂母乳对宝宝最好的说法，但是在近几年呢，却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妈妈不想喂母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喂母乳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只要是有小孩的爸爸妈妈呢，应该都烦恼过要喂小孩母乳还是配方奶的问题。有一派的人认为母乳最好，因为母乳的营养是为宝宝量身打造，有着配方奶难以取代的好处。另外一派的人则是认为配方奶经过专业人士调配，里面的营养比母乳更完整，而且喂配方奶不像喂母乳那样辛苦，可以选择当然是配方奶比较好。这两种说法到底谁说的比较有道理呢？母乳真的比配方奶好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讨论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大家有想要带水壶出门却因为包包塞不下而放弃的经验吗？你可以考虑这款能够卷起来塞进口袋的 Potto 口袋水壶，让你随时想喝就喝，外出带水时呢能够有更轻松减速的选择。水壶的重量只有3只药匙那么重，而瓶身的体积呢也可以随着需求变大变小，对喜欢背小包包或是不太喜欢带太多东西出门的人来说超级方便。而且水壶内部呢可以翻出来清洗，使用上面呢也不用担心发霉啊发臭，有弹性的材质不怕摔，很适合呢会手滑的朋友使用。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网址了解一下吧。因为母乳是人类最自然的哺育方式所以早期大家几乎都是用母乳喂养小孩。根据调查呢，在1961年台湾母乳喂养率高达90%，但是从60年代开始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时明治、雪印、美强生等等的国外奶粉品牌开始陆续引进台湾，而本土品牌味全呢也设立了台湾第一座奶粉工厂，台湾配方奶进入了百家争鸣的时代。而为了要推广配方奶，各家的厂商不只到医院提供免费样品试喝，各种广告促销也完全不手软，什么买奶粉送锅子都是小 case， 有的呢还会买这个奶粉送名车，甚至是买奶粉送日本10日游等等。同一个时间呢，台湾妇女的教育程度也开始提升，越来越多女性开始外出就业，没有办法继续喂母乳，而这时配方奶就变成了最好的替代品。在这两个主要原因的影响之下，配方奶广为流行，甚至还被视为一种展现经济能力的方式，有钱人才喝得起配方奶。而到了1989年，台湾产后1个月的纯母乳哺喂率呢，只剩下 5.4%， 我们这代人几乎都喝配方奶长大。刚刚提到的这种配方奶取代母乳的状况，其实不只发生在台湾。1970年代，雀巢公司在第3世界国家大肆宣传配方奶的好处，让许多妇女都觉得说，配方奶比母乳更适合宝宝，而放弃用母乳喂养。但问题是，有些比较贫穷的家庭没有办法负担一直买奶粉的金钱，所以只好多加水来稀释配方。而长久下来呢，就造成了很多婴儿的营养不良。再加上发展中国家干净水源取得不易，消毒设施也比较不足，喝配方奶的婴儿死于腹泻感染的事件大量发生，而这件事情后来就引起了国际的关注。不少人认为是因为雀巢的广告方式带有误导性，才会造成这样子的悲剧。在美国、欧洲、澳洲等地方，甚至还发起过抵制雀巢的社会运动。而这个抵制运动也促使了国际社会开始正视母乳被配方奶取代的问题。1990年，各国政府还有包含像是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在意大利共同签署了英诺签缔宣言，呼吁所有的国家应该要保护、鼓励并支持母乳哺育，而世界性的母乳推广运动正式的展开。台湾政府为了响应这个运动，在2000年参考 WHO 提出了成功哺喂母乳10大步骤，推动母婴亲善医疗院所认证，用补助的方式呢，鼓励医院进行各种帮助产妇哺乳的措施，包含像是让产妇知道哺喂母乳的好处，教产妇哺喂母乳的方式，还有实施24小时的亲子同事，不提供小孩母乳以外的食物跟安抚奶嘴等等，鼓励产妇依照婴儿的需求来哺喂母乳。而另外一方面，政府也设立了免费哺乳专线，提供产妇咨询，并通过相关的法规保障女性公开哺乳的权利，还禁止广告跟促销1岁以下的配方奶。那透过这些努力，母乳的哺育率果然大幅的提升。在2018年呢，台湾6个月以下的婴儿纯母乳哺育率高达 46.2%， 远超过了美国、澳洲还有英国。不过问题就来了，母乳真的有比配方奶好吗？
是的，在目前的研究之下呢，医学界普遍认为母乳的营养价值大于配方奶。卫福部发行的母乳哺育手册里面就提到说，母乳富含宝宝成长所需的各种营养，不只能够提供多种的抗体，增强婴儿的抵抗力，也比较不容易引起过敏，甚至母乳还能够随着宝宝成长改变成分，为宝宝量身打造营养，这点是配方奶难以完全复制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指出，婴儿出生后的前6个月，如果采用纯母乳喂养，可以确保婴儿大脑的健康发育，减少肥胖还有疾病的风险，同时也能够保护哺乳母亲抵御卵巢癌还有乳腺癌。不过母乳虽然有配方奶无法取代的好处，但这不代表喝配方奶就不好，因为目前能够买到的1岁以下婴儿配方奶粉，不论是营养成分的比例还是额外添加的营养素，都必须要符合国际规范，而添加物跟毒物的检测呢，也必须要符合严格的标准。所以基本上来说呢，喝配方奶也不会伤害到宝宝的安全，能够让小孩健康长大。不过有趣的是，虽然母乳对婴儿比较好，政府的政策也是大力的鼓励喂母乳，但有越来越多的妈妈都不想喂母乳，而且这个母乳喂养率的下降状况呢，也同样发生在很多的中高收入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很多妈妈不想喂母乳？这个问题可以从3个层面谈起。首先，大部分的妈妈喂母乳其实都遇到不少困难，像是乳汁分泌不足，为了要提升奶量，必须要增加挤奶的频率，而半夜呢也得要爬起来挤奶，又或是分泌过多导致胸部胀痛，如果没有及时移出，还可能会发生乳汁堆积在乳腺挤不出来，甚至是乳腺炎的情况。而且也不是每个婴儿天生就会吸吮，有的婴儿呢会因为他的舌系带过短比较难成功亲喂，而小孩在练习喝奶的过程，也可能会导致妈妈的乳头破皮流血，这些辛苦与疼痛都会让很多的母亲想要放弃。而再来是社会的支持不足，有许多母亲提到，当他们遇到哺乳问题想要求助的时候，因为医护人力不足，未必可以马上给予协助。而另外一方面，法规虽然保障公开哺乳的权利，但是妈妈如果在公共场合哺乳，还是有可能被阻止或者驱赶，甚至还要担心被拍照公审，被批评没礼貌，妨碍风俗。而职场妈妈的处境更加的艰难，像是有的公司没有设立哺乳室，所以妈妈只能够在厕所或者仓库里面挤乳，过程当中还得担心同事的观感，怕被别人误会在偷懒等等。那除了这些生理跟社会层面的困难，前面提到政府为了推广母乳而认证的母婴亲善医院，也成为了让妈妈们拒绝哺乳的原因之一。有些人质疑说，母婴亲善医院虽然利益良善，但是实施方式却让医护人员跟产妇都压力山大。其中一个原因是母婴亲善认证有一套非常细琐繁杂的评分标准，医护人员要非常努力去当母乳推销员，努力达成这些 KPI。例如在产前以及住院时，医院要主动告知妈妈会提供24小时亲子同事的讯息，还要讲至少2次才可以得到1分，然后提供相关卫教素材又再得到1分，这样子很多个项目加总起来呢，要达到80分才能够过关。而这些措施呢，当然都是为了产妇的利益着想，但是对于刚刚生完小孩的产妇来说，这些频繁的关切却让他们面对很大的哺乳压力。而且亲善医院不直接提供配方奶，所以产后乳汁如果来得比较慢，妈妈可能会因为需要频繁的补喂而难以休息。那如果实在体力不支，想要让小孩喝配方奶，还需要另外签配方奶切结书。有些不少妈妈就分享说，自己在签下切结书的时候呢，有很深的自责感，担心是不是自己有问题，是不是做了对宝宝不好的选择。对他们来说，即便决定从此喂小孩配方奶，喂母乳的压力也一直挥之不去。根据亲子天下的调查，产前有 99% 的妈妈希望能够补喂母乳，但产后却有 56% 未达产前的预期，必须要部分或完全使用配方奶。这种种的原因呢，都让必须使用配方奶的妈妈常常会出现强烈的内疚感，像是担心没有奶是我不够努力吗？没有喂母乳，我是不是就不是一个好妈妈了呢？等等等等。有人认为这些负面的感受源自于过度推广母乳带来的副作用，把喂母乳说得太过轻松，除了让母亲自责，还可能让大众误以为妈妈不喂母乳就是自私跟懒惰。像是妇产科巫医师呢就指出，并不是只要照着卫教海报做，乳汁就会源源不绝。在他的门诊经验当中，许多妈妈做了很多的努力，奶量却仍然追不上宝宝的食量。虽然大家不断提醒母乳的不可替代性是利益良善，但对于不少必须使用配方奶的父母来说，这些善意反而成为了压力庞大的指责。
有不少人认为台湾妈妈之所以会面对那么多的哺乳问题，是因为目前推广哺乳的政策太专注在提升母乳喂养率，而忽略了母亲个人的现实需求。因此，立委林长佐以及吴医生就建议，或许可以提供公费的泌乳顾问，给予哺育的咨询，让想要喂母乳的妈妈都能够获得足够的帮助。同时，也需要增加大众对于母乳哺育的了解与同理，让喂母乳变成一个阻力更小的行为。另外，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也指出，如果产后有6个月以上的带薪产假，新生儿获得母乳喂养的几率呢，就可以提升30% 以上。因此，如果想要推广母乳，增加产假或许也是一个可能的方案。最后，也有不少人指出说，不管要用什么方式推行哺乳，都应该要尊重妈妈不想或是不能够哺喂母乳的选择。像是英国的推广母乳哺育最积极的组织英国皇家助产士学会就表示说，如果妈妈在获得充分资讯之后，还是要决定以配方奶喂养婴儿，那也应该给予他们适当的支持。这样做法会打造出对于妈妈跟小孩最好的环境，也更能够减少母亲对于哺乳的负面感受。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特别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制作这样子重要的议题。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这个链接加入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我们团队的成员当中，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生过小孩，哺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事情。大家一开始只知道母乳好像比较好，却不知道喂母乳原来会有那么多的困难。那当然，我们今天的影片绝对不是要说母乳不好，而是希望喂母乳的好处跟难处都能够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并且尊重每位母亲跟家人沟通后的选择。那我们也觉得，在积极推广母乳的同时，如果能够更同理使用配方奶的家长，不要让好意变成压力，或许也会减轻妈妈们对于哺乳的阴影，打造一个对哺乳和配方奶都更加友善的环境。不管是对大人还是小孩，应该都能够更好吧。好的，那最后呢，也想问大家，对于台湾目前的母乳推广政策有什么看法呢？虽然是利益良善但是过度极端反而让人有点压力。B， 我觉得虽然有点极端不过喂母乳太辛苦了，不这样推的话呢，根本没有人想喂。C， 我觉得没有问题母乳对于宝宝还有大人都好，积极推广是合理的。D， 我不打算生小孩跟我没有关系，依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喂母乳的讨论。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剖腹产以及后悔当妈妈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